我为你做那么多，为什么你没办法看见我用心？为什么你还是不会珍惜我？很正常，因为一开始他就明摆着我没有要珍惜你，我会想要跟你在一起。这句话就想要，但是还没。对，就这句话本身的意愿度就不高。对，我很想嘛。那为什么不马上？对，1000万在桌上，拿走就是你的。我很想拿，但是天天把布。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我是助理主持人莫。这一次我们要来聊的是，到底要经营一段伴侣关系，如果我拥有哪些基本能力，在感情路当中会顺遂许多。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挑选一个人的能力。怎么说？因为我们其实有看过一种情况是说，别人来问我伴侣关系的问题，可是我们光听5分钟10分钟就已经很明显知道对方是在玩弄他，对方不是真的把他当成一个认真看待的关系，可是他看不到。但是我们不能跟他讲，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对于对方还有盼望，他相信对方的话。所以我觉得挑选力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呢，你挑选的时候，你对于对方意愿的这一个评估，能不能是很理性的，而不要是一头热。可以用理性的去判断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这样子吗？没有，就是光是意愿这一点啊，有没有用心啊？但一开始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分啊，比方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方愿不愿意把他的心力、机会全部只放在眼前的这一个人身上。那因为有些人是他在跟另外一个人说，哦，我会想要跟你在一起，这句话就想要，但是还没。对，就这句话本身的意願度就不高。对，我很想嘛。那为什么不马上？对，1000万在桌上，拿走就是你的。我很想拿，但是天天把布，对不对？所以当他说我很想要怎么样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他心里有其他想法，或者对，就是还没有要嘛，还没有一定得要，还没有决心要。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挑选力，他至少要能够比较客观的去看对方到底多有意愿或多用心。对，可是有些人是这样，就是没办法，遇到这一个太美好。我还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也曾经不小心踩过这个坑。你幼稚园怎么没有，一定要讲远一点。当遇到那个人太美好的时候，你就会自降防御力嘛。对，所以其实对方的意愿是很低的，没什么诚意，甚至在你面前还在跟异性讲电话，但是他就跟你说没什么，那就是朋友而已。他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观察，就是对方愿意把他的机会砍掉多少。但因为像你刚刚讲那个自降防御力啊，假如对方真的很美好，那我觉得这个当下要判断就确实有点难度了。所以那就代表他舍弃挑选的这一个权利啊。对啊，因为等于那个当下他会认为就是顺着感觉走了。可是为什么一段伴侣关系里面，我会认为挑选力它一定是在所有关系要进入深度连结之后，它一定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几乎是前面你看到的是什么，跟你发现到对方不管是人品也好，还是他的价值观也好，甚至呢他对于我们看重的程度是多少，这几乎前面就决定掉大概7-8成是不太会变的。对，所以他如果这一段不过滤的话，他就直接进入后面那一段，他就会花时间去解决那些本来就不太有机会去把它完整改变的事情。而且你看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还算是为了要让彼此可以更靠近，一开始应该是释放诚意最多的时候。对。那如果连一开始诚意都不够了，更何况是之后。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挑选力第一个是会挑跟意愿有关的。对，对方到底付出多大的诚意来想要维系这段关系。挑选意愿有几个指标，第一个是他的心力放在哪里，愿意放多少在那上面。第二个他会愿意斩断多少机会。对，如果这个都还好，然后他说他很有心，对不对？我们就会继续观察说 OK， 那如果你说你很有心嘛，那我就看你时间放在哪里。因为有人就说嘛，时间在哪，成就就在哪。对不对？但有一些人可能看到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死心，他还是觉得说对方一定会爱他，所以他其实这样也是放弃他选择的。我觉得他就会变成是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等于他不过挑选，对，他打算用那个后续的因缘聚合来换取他的人生幸福，所以也没有不好，因为就代表他如果选择是明明一开始对方就没有很有意愿，而且没有很有诚意，而且周围的异性都没有放，然后愿意拨给我的时间超少，可是不管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而且这个所谓的在一起就是几个月可以碰几次面，我也 OK，因为我希望他可以爱上我。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要往找到一个好关系，他现在走的路线就是我要想办法让那一个人爱上我。那个方向可能就是先爱上我，然后好关系才会延续。对，他只要爱上我，一切都解决这样。对，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事情可以不断发生，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如愿这样，我们都非常祝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往这个方向走，他就会知道他进入的那一个关系里面不是一个常态性沟通可以解决的事情了，因为对方明显跟他是地位不对等啊，是他要，对方没有一定要嘛，所以这时候他如果为对方付出了很多啊，对方回应冷冷的，他如果还要再说我为你做那么多，为什么你没办法看见我用心，为什么你还是不会珍惜我，很正常，因为一开始他就明摆着我没有要珍惜你，对，就是眼前这一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讲重视程度真的没有到那么高，所以这个时候他想要用苦劳来换得爱，我觉得他就必须要一直往下走，就看他。挑选力的第二个，我觉得才是在挑到底我们自己最想要什么，跟最不能接受什么。对，比方说，有些人他就是最不能接受的是另外一半不孝顺，或者另外一半会偷吃，或者另外一半会怎么样，但是有的人可以接受。也接受另一半偷吃吗？对，有的人会接受，就各玩各的啊。一开始就讲明的，对不对？所以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点跟绝对不能接受的点不一样。那我觉得如果要从挑选力的角度比较快容易思考，是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反推出自己更重视什么。对，那这个时候你在挑选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一开始就挑了一个非常难磨合的人。因为有的人就是说啊，可是我现在挑，我以后也会变啊，那何必挑？可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人确实会变，至少我们现在先把那些失败几率比较高的相处的这一些会产生摩擦冲突的因子，先把这一些辨识出来筛选掉。对，所以我觉得挑选力大概是这样，但是到第二段比较重点的就会是两个人如何去吸引对方。我也觉得这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少掉吸引力，尤其在感情的一开始，他如果少掉那一个吸引，其实他就不容易让两个人一直自主性的想要跟彼此更靠近。对对对，真的，我会跟我另一半一直保持的互相有吸引力。其实我也是最近才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那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一直被你吸引的？你做了什么？因为如果是以我跟我另一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各自思考是可以互相吸引的。我说各自思考不是说我要一直反驳他讲的任何事，不是这样，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很有定见，很有想法，然后这件事情会一直拿出来讨论。在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他很吸引我。对，你觉得他是一个有想法、有主见的人？对，但是又是很正向。在这个过程，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火花的。比如说，我们看了一部电影，互相把自己想法讲出来的这个过程是很有火花的。懂，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吸引，它应该要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在确定性当中出现不确定。比方说，我跟这个人相处，他身上有一个特质是善良跟稳重，而在相处的过程，他又有使坏的一面。对，那他那个使坏的那一面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短时间的吸引力。以我另一半来讲，他很活泼，就是在我私底下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可以做比较多活泼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笑。比如说动作啊，他很爱跳舞啊，干嘛的，就是这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哇，他很有魅力这样子。对，所以你看那个吸引力，它其实谈的一个是确定性，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可是另外一个出现不确定性的时候，往往是那一个类型我比较少。对，对不对？那我看到他这样不可预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好笑。这一个所谓的吸引，它是一个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叠加起来的东西。可是有些关系，它为什么慢慢那个吸引力不见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到后来只剩可预期，少掉那个不可预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认为说你要为我准备惊喜？因为他会认为惊喜的本身会调动那一个刺激的反应。另外一个感觉是，那一个所谓的惊喜也代表着你现在还愿意像以前这样
对，因为刚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容易给惊喜嘛，后来给过惊吓之后就再也不敢给惊喜了，拿蛋糕在楼底下按门铃，你被水象，你吹完没被冲啊，那就惊喜变惊吓，拍成我岔题了，我再拉回来。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有些人希望的是惊喜，即便交往3年、5年、10年都还在，原因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吸引力，其中一个成分也跟这个有关。多数人不会说每一个。可是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把愿意用心的这个行为看成是一个你还对我有爱的标准，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会反向的来探讨为刚刚讲的挑选力。我最近听到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他解得很好。这个是那个威老板，而且他的说法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啦。就是他在拍嘛，然后他底下应该是他的部属，然后就提到说，我为我男朋友做了很多惊喜，每次他生日，每次过节，我都准备很多惊喜给他。换成是我的，他都没有再准备给我的。对啊，我都做成这样，还要我怎么样？然后威老板就跟他说，就是那很简单啊，真实的答案就是因为你为他准备的是你要的，不是他要的，就这样而已。对，所以他就会再回到那个挑选力的概念。如果我要挑的是一个很会准备这些惊喜的人，那很有可能这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会比较多朋友，比较懂情绪，那就代表他也不止同时可以吸引到你，他同时吸引到别人的几率也是高的，很高。那这时候就看他的界限到底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对不对？因为就是一体两面嘛。所以我觉得谈回来刚刚讲的那个吸引力，一个是从确定性当中会有不确定性，而这两者会让一个人产生一种好玩的点，然后会互相吸引，甚至呢，这个不确定性还会带来的是开心或痛苦。你说确定性还会带来，就是不确定性，它要可以带来开心或痛苦。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偶像剧有没有？我觉得那种很纠结啊，明明就要已经准备可以结婚了，然后又说不行，我要出国。我接到一个一定要出国2年，有没有啊？那个痛苦就会让对方觉得我好像更在乎他。对，所以这个吸引它到底是可以自然而然发生，还是有些人是刻意人为产生？我们就先不把这一个坑把它挖开。但是呢，其实我知道的事情是，这一个吸引力有人是人为做出来的。就是刻意去做的。对，他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确定性、开心跟痛苦去惩罚对方，而到后来对方就会受不了。所以有的人会说这个叫 PUA。对，但是其实因为 PUA 现在的定义真的太多了，我们倒不如就把它，如果从其中一个跟反应有关的，其实它就是在做就是不确定性，而让你在快乐跟痛苦里面游移，而且你没办法。刚刚讲的这个是不好的情况，我们讲好的情况是自然而然是，如果今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本来各自身上最重要的那个特质，善良也好，坦率也好，或者会替他人着想也好，这个特质都是彼此确定想要的，而他们彼此身上又因为有一些特质是双方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互补的，而这一个互补的特质带给彼此的那一个不确定性是高的，它的吸引力也会不错。那这个吸引力其实还有一个点是人为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关于专注力的稀缺性。可以解释一下吗？有点难懂。因为你看哦，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这样哦？我有看过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异性缘比较好的，这一个朋友他就是事业不错，生活又很有趣，所以他的活动很多，身边的男男女女也很多，所以他生活中可以占据他专注力的事就很多。那现在这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会拨给他的专注力是他有空才会拨给他，他不是随时要都要得到，所以他的专注力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是相对稀缺的，这个也会产生一种吸引力，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太美好，可是他的时间又不一定要得到，那就看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跟这样的对。可是有些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慢慢被他吸引走，因为他这个比较像一种社交立场，对，就是哇他那边好康的很多，然后他又是一个群体的领袖这样，对。可是什么情况下会比较没有吸引力？我有看过一种类型的是，他的专注力是一直都只停留在对方身上。假设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对不对？你永远打给我，就是说我在你家楼下。我这压力这么大，或者就是说你打给我，我一定有时间。那这时候就没有不确定性了。对，就很确定了。对，就很确定了。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哇，这样很无聊了。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吸引力的阶段，其实它应该会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吸引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可是
他的任务是尽量让这个吸引力可以维持久一点，即便两个人稳定交往之后，这个吸引力该有的元素还是要有，只是比重多少而已。可是他再往下还有一个点要思考，就是在彼此互相吸引的时候，趁这段时间多一些对谈，比较可以了解对方到底要什么。对，因为当两个人彼此互相吸引，相处的时间变多了，然后又是互相在交流彼此的想法，这里的深度做得够的时候，他们对于彼此的信念价值观就会比较有更深的理解。那这一个理解的过程也更容易在前面就为这段关系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对对对，如果把挑选力当成是一开始进入关系的重点，吸引力是一段关系它能不能一直好下去，它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点。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关系到后来需要沟通？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人关注吸引力，而另外一个人会认为少了那一些元素就不叫爱了。对，就会觉得好像没有火花啦。对。可是这时候有人心里就会想啊，我都生5个了，还要火花吗？我看到他，我会弄花呀。但我觉得还是要你有朋友是这样的吗？你说生5个吗？没有，你有朋友是就是结婚到现在还很有火花的吗？我有一个朋友确实是这样，她跟她老公就是一直到现在，她在讲她老公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面是有爱的，但他们确实生了5个。真的哦。她之所以可以到现在看到她老公眼睛还是有爱的，你觉得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着怎样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佩服的，就是他们很互相的欣赏彼此。比如说她老公根本也没在干嘛，可能只是在整理东西，她就会觉得哇，我老公好帅哦。真的哦。就是她就会讲出来哦。然后她说我真的觉得他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好帅哦。这个其实蛮爽的呢。对，然后我朋友的老公他就会一直称赞，比如说我觉得你煮这个东西很好吃啊。那他不会说阿水不漂亮了，对不对？所以他等于创造一个善的循环，就是他们会一直欣赏彼此，然后但是会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补充很好，因为这一个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自然吸引的一个很重要的相处默契。对，而且有人开这个头，这里刚好反向谈出一个点，到底一段关系是如何从彼此吸引到彼此互相排斥。其实我觉得那一个排斥的其中一种因子，其实就是开始有嫌恶对方的动作出现。以前认为很好的事情，当他没有满足我的需求，或者当他有一些行为我认为他不够用心，而我跟他说他又不尊重的时候，慢慢的我对他的行为原本可以欣赏，我就不欣赏，不欣赏就算了，我开始会有嫌弃。可是其实呢，刚刚谈到的吸引力到第3段，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所谓的沟通的能力。而这个沟通的能力，它就是拿来解这类型的议题。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今天对方有一个行为我不是很喜欢，可是呢，我在沟通的这一个思考，我比较多都是用我原生家庭教会我的事情，那很有可能我看待这个世界，我的标准就只有一套，而在那套标准底下，我包含说话的方式都是以着那一套标准跟那一个环境延伸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学沟通并不是去学很厉害的沟通技巧，而是去明白原来沟通有这些方式，包含到底哪些文字哪些说法反而在别人的眼中其实就是刺。对，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善良多用心然后多为他好，讲话难听就是讲话难听，就像我现在这样，你一听到我骂脏话的时候，难道你的感觉会很好吗？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叫真性情，有的人会就觉得你讲话很粗鲁。莎莎我老婆就是这样，她说你能不能不要骂脏话？我说我刚说什么吗？所以你看我们使用的文字到底别人容易解读成什么？如果我不愿意去学这件事情，那代表可能身边就有人在忍受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学沟通的能力，其中一个其实是要去拓宽对人的理解，除了我们以前认识过的人以外，包含我们如果要理解一个人，能不能有地图？因为理解一个人很复杂。对。可是其实你像我们的课程就不断的把理解人简化成什么？你至少理解一个人的信念价值观。包含这次课程有提到6大核心需求，所有人做事情脱离不了这6个理由。对啊，对啊。那你只要可以知道这6个理由怎么判断的，你未来在跟这个人沟通相处，你就大概知道怎么跟他对话，怎么跟他相处，他最有感觉。然后2个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深度的连接来去拉近距离。所以我觉得到沟通力的时候，他的沟通力的前段其实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人，跟如何去理解文字带出来的影响。
再往下才会变成是，那我们如何去让两个人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行为慢慢的对我而言是一种麻烦，那我怎么跟你协调这件事？对，然后跟我的行为你解读成是麻烦，那我慢慢跟你说明这件事是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因为对话产生的理解变多，然后误解变少，可是最重要的是辨识出哪些可以协调，哪些不行，哪些要适应，而且要适应的比重还真不少。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会把它归类在是沟通力，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型的思考。对，所以当沟通力也有了，尤其是你抓一个人的需求够准，你才会更容易去抓到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沟通力它会有对人性的理解，刚刚提到的这次的伴侣关系课程提到的核心需求也好，信念价值观也好，怎么去分析，怎么去运用。但是到沟通力的最后一个，真正我们在谈的是那如何去爱。其实讲到爱，我觉得它要一直维持在一个水平。刚我们前面讲的，其实也是有蛮多是需要可以掌握住的，不然真的很难，就是一直爱着一个人。如何去爱这件事情，我直觉联想到的，其实当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怕失去吗？对，或者怕自己不配得，所以他又会再延伸出很多的沟通以外的议题，可能跟信念有关，可能跟他自己如何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认为这样就够爱，或者他没有留意到他自己爱人的方式是他希望获得的爱，可是不是对方要的。对，就像我刚刚提那个魏老板他谈的那个例子，其实概念就很像。我为他准备很多惊喜，这就是我认为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可是每一个人希望爱的方式不一样。可是这里他其实两个人会慢慢去理解那彼此心里的爱是什么。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就像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也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觉得稳定就可以当 NPC 的，不是吗？那这个人就代表说，他其实对于别人来讲，很有可能呢，他思考爱这件事情会不是那么重要。但他说不定他觉得稳定就是爱啊。因为你看哦，稳定就不用付出关心了，稳定就不用那么多的在意了。反正都已经稳定了。对，都稳定了，就是我用日常生活最低限量的这一个付出就好了。不是每一对都这样吗？就是你要出门，我载你出门。你要进门，我帮你关门。这么稳定，对不对？然后你要开灯，我帮你开灯；你要吃饭，我喂你吃饭。就是好像到后来，就是这些事情，你会感觉到它不是一个因为眼前这一个人很重要。可是有些人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我们可能在相处的时候，你说真的还会没事找花样吗？就几率比较低，真的很少啊，因为我们已经在忙其他的事了。可是你说休假的时候，会不会为了他去想一下，带他去哪里比较好？会啊。甚至真正会去关注到他现在有没有需要什么。我觉得那一个关心的深度可能变得更深，但是他不是一定要去哪边玩才是好。那个关心或者是那一种彼此在对话的时候的专注程度，其实它也是另外一种用心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到怎么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怎么去爱，怎么指的就是哪些路径，对不对？那这些路径它一定是双方透过前面的沟通交流，而且这个沟通跟交流，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是说，没有，之前是那样，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以前很容易这样想，但我现在没有了。对，你现在再这样想的话就会比较吃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期待人是不变的时候，已经违背了这个世界的基本的这个原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最近真的这个感觉越来越明显，就是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为了变而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不变而设计出来的。对啊。我们心里可能已经有一个概念是，如果这世界有一个美好可以不变的，它都是停在一瞬间。所以其实我们心里早就有一个信念，知道这一切都是会变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一个所谓的爱，确实爱会有不同的光谱，它会有不同的形态。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正要谈的，在伴侣关系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附加的，可是它几乎涵盖了7-8成以上的题。就是要看清楚我们眼前现在在讨论的、在吵的、在争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在争的都已经不是事情本身。对，有些时候就在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到底爱不爱、在不在乎，就争这两个而已。对。可是为什么这两个到后来不愿意给了？其实是前面的问题。
对，因为在沟通的时候，欣赏不见得变厌恶。在沟通的时候，该好好说，可是却变成是表达情绪。我以为我有传递心意，可是实际上彼此在交流了，到后来已经变成是表面上的恶意在互相攻击。可是心里的善意没有人去翻译这一切。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其实总共谈了4个。第一个是挑选力，我觉得挑选真的是重中之重啊，所以苦口婆心的语重心长的推荐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这一块呢。我用打麻将来讲哦，你一起手就是好牌会比较好打对不对？当你的下一家现在刚起庄的时候，你的牌很烂，你就不要硬打。再来我们提到的是吸引力，所以其实我觉得吸引力它就很吃重在确定性当中产生不确定。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要那么听话，你要有听话的时候，可是他预料不到，就跟演算法一样10次他滑你的短影音的时候，有6次是他要看的，可是他不能决定他不看的是哪4次对，可是你要记得那6次里面他想看的就是超好看那这时候那个吸引力就会超强。对，再往下到沟通力的时候，他在谈的就是我们如何让双方每次在不同的事件，可能你踩了我的线，或者我踩了你的线，或者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共同讨论，需要协调的，都能够有好的方式去好好对话。对，这里的核心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辨识一个人信念价值观的能力，辨识一个人核心需求的能力，最后一个运用这2个资讯去让2个人可以好好对话。对，那这个当然也是我自己在实体课程，甚至我们最近开的这个伴侣关系必修课程都会重点谈到的。第4个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去爱，如何去爱。那我觉得如何去爱啊，有些人其实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爱彼此的方式就很契合，而他们沟通的过程就能够把那一些双方的想法交融清楚。所以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伴侣是不用学沟通的，就是他本来就具备这一些能力。那我自己比较像是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尝试去搞懂他，然后包含这几年分享这些资讯给身旁的人，那他们有这样确认的习惯之后，我发现慢慢的他会跟他的另外一半找到那一个如何去爱彼此的那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一个概念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如何去爱这一点呢，我还是比较推荐的是这个答案一定是你们2个找出来，而不要变成是其中一方只用自己的那一个标准。我希望获得的是这一种爱，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爱别人，可是却忘记了眼前的那一个人跟我们本来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相信如果这4个能力我们都可以具备呢，在伴侣关系当中应该就蛮顺的。对，好，那就祝福你抢到底哦。我是Jericho，我是莫。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拜拜。